欢迎收听华瑞投资观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全球经济爆发超级海啸，我们刷卡存钱的金融机构究竟能不能撑过去？最近美联储公布了2026年银行压力测试成绩单，四大消费金融巨头美国运通、Capital One 与 Synchrony 在失业率狂飙到 10% 的模拟考量下全数高分过关。然而摩根大通指出，虽然巨头们的救命钱非常充裕，但美联储其实在底层规则上悄悄按下冻结键，要把现行资本标准锁定到2027年。为什么银行能通过严酷测试？规则冻结又隐藏着什么宏观考量？今天我们带你看懂这场金融系统安全极限测试。摩根大通指出，美联储最新公布的大型银行年度压力测试对消费金融领域是一次成功的体检。四大巨头 AXP、ALLI、COF 与 SYF 顺利通过。虽然根据测试，理论上各家银行的压力资本缓冲标准会调整，例如 Capital One 预估可少准备 0.81% 的资金，但美联储早在今年2月投票通过，将现行标准直接锁定到2027年。这意味着在全新模型出炉前，巨头们的准备金标准暂时不变，这给了金融体系极佳的稳定性。我们来拆解联准会与摩根大通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逻辑。首先是极限生存测试的场景设定。摩根大通指出，今年测试模拟了极度严峻的衰退场景，失业率暴增 5.5 个百分点至 10%。虽然失业率增幅比去年略微温和，但美联储今年大幅加重了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考验。华瑞认为，这说明监管机构防范的重心已从传统的景气滑落转向防范市场流动性枯竭等系统性连锁反应，直接考验消费金融机构的抗压性。其次是四大巨头的实质防御力表现。根据2026年标准模型推算，四巨头的 SCB 标准将会出现分化，其中 Capital One 指标降幅最大，预估能减少81个基点的准备金负担，阿里则微幅增加6个基点，美国运通与 Synchrony 维持不变。华瑞认为，更重要的是，这四家机构在测试中的最低核心一级资本比率，也就是用来防范亏损的救命钱，均远高于法定最低限制。这证明，即使在失业率 10% 的末日场景下，巨头们依然拥有非常厚实的安全防护垫。最后是美联储规则冻结的时间差。摩根大通提醒，虽然测试结果各有升降，但美联储已决定将资本要求维持不变直到2027年，以便在这段时间收集反馈，重新设计更科学的模型。华瑞认为，这是一次理性的政策暂停，在宏观不确定性较高时，给银行业1年的稳定预期，能有效避免银行因适应新法规而突然收紧放贷，从而保护了实体经济的韧性。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是模拟数据与法定规则之间的时间认知差。大众往往只跟着头条欢呼大家都及格了，或盯着 Capital One 能释放多少资金。然而因为规则冻结，这些漂亮的预期降幅短期内并不能转化为银行可自由支配的盈余。华瑞认为，这反映出美联储的谨慎态度。在通膨仍具粘性、地缘不确定性仍高的背景下，监管机构虽然证明了银行很健康，但依然要求大家把救命钱锁死在历史高档，不允许银行过早放松警惕。这才是乐观情绪背后需要看懂的防御讯号。面对压测出炉与标准锁定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产配置？华瑞认为有2个维度需要关注。第一是认清安全性是金融系统最重要的护城河。四大巨头能远超标准通关，代表大型龙头在信用收缩期极具抗跌属性。第二是2027年新标准推出前，金融业资本规则处于平稳期，有利于巨头们进行长期的战略规划。我们应将核心资本比率、坏账颇备率及未来的监管模型草案作为评估金融板块抗风险能力的核心指标。总结来说，美联储这份压力测试就像一张防震证书，证明即使在 10% 失业率的魔女寒冬下，美国主要的消费金融巨头依然站得非常稳。虽然规则冻结至2027年意味着短期内监管不会放宽，但这种高标准稳预期的安排无疑为市场打下了强心针。在多变的时代里，学会看穿数据背后的规则设计，才能建立起最稳健的资产认知。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
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